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懒。话说啊，10月1号，美国那边呢出了个大事儿，他们新上任的战争部长，一个叫赫格塞斯的家伙，在弗吉尼亚州一个著名的海军陆战队基地啊，把几百个美军大大小小的将军都喊到一块儿，开了个闭门会议。这阵仗啊，乌泱泱一片，全是星星，肩章能闪瞎眼啊！大家正襟危坐，以为要宣布啥惊天动地的大战略，比如说怎么对付咱们中国呀，或者又要在哪个地方搞事情。毕竟啊，这么多年啊，美国军队一开会，3句话离不开中国，咱们这个耳朵都快听出茧子了。结果你猜怎么着？赫格塞斯部长清了清嗓子，一开口，全场将军的下巴灰都掉地上了。他宣布了一个10项军队改革计划，听着名头挺响亮的，但是内容呢，那叫一个怎么说呢？剑走偏锋，不走寻常路啊！咱们来瞧瞧这10项改革都说了些啥啊？你以为是研究什么高科技武器，什么太空战、信息战？都不是。这家伙的核心思想总结起来就是这么几件事儿。第一呢，全体官兵啊，从这个新兵蛋子到4星上将，都得给我玩命的练体能，1年2次体能测试，谁也别想跑。而且呢，最绝的是取消男女差异，什么意思呀？女兵也得按照男兵的最高标准来，跑一样的3公里，做一样多的引体向上。这标准一出啊，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了呀，这不是要把那些身体素质达不到顶尖男性水平的女兵，还有那些心理性别认知比较多元化的士兵都给筛出去吗？这第二呢，整顿军纪，统一仪容，说白了就是要求所有人啊都得有兵样，这个发型啦、着装啊都得一丝不苟。这感觉是不是有点像咱们上学时候的教导主任突然当将军了？这第三呢，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啊，叫去觉醒文化。这个觉醒文化啊，是美国现在特别流行的一个词儿，大概意思就是强调多元、平等、包容，反对各种歧视。比如这个军队里啊，要照顾少数族裔，要考虑不同性别的感受等等。赫格塞斯的意思是啊，这些玩意儿都给我靠边站，军队是打仗的地方，不是搞政治正确的幼儿园。When it comes to combat arms units, and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stripes across our joint force, the era of politically correct, overly sensitive, don't hurt anyone's feelings leadership ends right now. At every level, either you can meet the standard, either you can do the job, either you are disciplined, fit, and trained, or you are out. And that's why today, at my direction, and this is the first of 10 Department of War directives that are arriving at your commands as we speak and in your inbox. 他甚至还要削弱军队里那些申诉渠道，尤其是那个叫平权办公室的机构。大伙儿听听啊，这改革像不像话？他压根儿就没提怎么造更好的飞机大炮，怎么提升现代战争的技术水平。赫格塞斯的核心诉求就一个啊，他要的兵得是那种外表看起来特阳刚、特有战士精神的纯爷们儿。至于这个脑子会不会打仗，会不会用高科技装备，好像无所谓。最逗的是这位部长大人还现场秀了一把自己的体能，说我能一口气做5组俯卧撑，每组47个，你们行吗？这话一说，我估计底下的将军们脸都绿了。这哪是战争部长啊，这分明是个健身房私教来拉业绩的呀！这潜台词不就是你们这帮脑满肠肥的将军啊，连我都比不过，还想带兵？都给我练起来！说了半天，你可能要问了，这跟咱们有啥关系啊？那说好的中国威胁呢？这正是整个事件里最戏剧化的一幕。在赫格塞斯部长那篇长篇大论的改革计划里，在所有人都以为是重头戏的中国议题上，他居然一笔带过，就好像咱们是个无足轻重的路人甲。随口提了一句关于中国呀，那是以后的事儿，今天不细聊，然后就翻篇了。我的天哪，这一下可真的是捅了马蜂窝了。现场那些美军最高级别的将领比如那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当时就震惊了，脸上的表情估计比吃了苍蝇还难受。据这个小道消息说会后呢，好几个高级将领直接就去找了那个赫格塞斯，坦率的交换意见了。说白了就是拍桌子质问去了。部长先生，你这是要干嘛呀？咱们不反华了？那我们这支军队留着干嘛呀？这反应你品品为啥这些将军反应这么大？难道他们真的那么在乎世界和平？
当然不是了，这里面全是生意，是利益啊！你想想看，现在的美国，尤其是美国的军方是怎么运转的？它需要一个强大的、明确的外部敌人。没这个敌人，国内的老百姓和国会老爷们凭什么给你那么多钱呀？冷战的时候啊，这个敌人呢是苏联。那苏联倒了之后啊，他们找了一圈，最后把这个目标锁定到了咱们中国身上。这些年啊，中国威胁论啊，就是美国军方的财富密码。想造一艘新航母，理由就是应对中国在太平洋的扩张；想研发一款新战机，理由就是为了抗衡中国的歼20；想多要几百亿的军费预算，理由是中国的军力发展太快了，我们必须保持优势。你看呢？几乎每一笔大宗的军火采购和军费申请都得拿中国来当借口。这可不仅仅是军方，包括国会里那些议员背后的军工集团、情报部门、国防智库啊，一整条产业链上的人都是靠着炒作中国议题来吃饭的，来维持自己的存在感和预算。这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华利益共同体啊！你现在突然跟他们说，咱们不优先针对中国了，这不等于直接砸了所有人的饭碗吗？总不能将军们跑到国会跟议员们说，尊敬的议员先生，为了平息洛杉矶的抗议活动，请批准我们升级 F-35战斗机的预算吧。这话说出去不让人笑掉大牙吗？所以啊，赫格塞斯这个战略去中国化的操作啊，直接就动了整个美国军工复合体的蛋糕。这帮人能不急吗？不反华他们就无以为军了，就不知道怎么冠冕堂皇的搞钱了。这背后牵扯的利益啊，比天还大啊！既然不优先对付中国了，那赫格塞斯和他背后的老板特朗普到底想干什么呀？他们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搞改革，总得有个目标嘛。目标当然有，只不过啊，这个目标不在国外，而在美国的国内。咱们再回头看看那些改革措施啊，你把他们串起来就看清晰了。用最严苛的男性体能标准筛选士兵是干什么呢？是在进行政治忠诚的筛选。他们想要的是那种思想简单、服从命令、体格强壮，并且在文化理念上高度认同他们 MAGA 思想的士兵。打击觉醒文化是在干什么呀？是在清除军队内部的意见者，也就是那些认同民主党进步主义理念的官兵。新的国家防务战略核心是回归西半球，本土安全优先。说白了就是把这个军队的枪口啊，从对外转向对内。他们要干什么呀？他们真正在防备的敌人是民主党，是那些进步人士，是美国国内所有反对他们的人。特朗普这几年的口头禅是什么呀？动不动就要说派军队去镇压国内的抗议，派军队去边境抓移民。这次改革就是要把美军改造成一支对他个人、对 MAGA 理念更忠诚的 MAGA 文化部队。这样一来万一再发生一次像国会山骚乱那样的事件，他就可以直接命令军队去清场。甚至说句不好听的，万一这个美国内部矛盾激化到要爆发内战的程度，这支经过改革的军队就能成为他一呼百应的私家军。这才是他们真正的算盘。所谓攘外必先安内，在他们眼里搞定国内的对手比在遥远的太平洋跟中国对峙重要的多。那至于对外怎么办呢？那就挑软柿子捏呗。你看他们从这个也门打到伊朗，现在又对委内瑞拉虎视眈眈，这说明特朗普不是热爱和平，他只是不敢碰硬的呀。通过欺负一些小国弱国来维持美军依然强大的形象。这样一来，特朗普有面子，美军有战功， MAGA 的支持们也觉得扬眉吐气，大家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那聊到这儿呢，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这是好事啊，美国人不把咱们当头号敌人了，我们是不是可以松一口气了？千万不能这么想，这恰恰可能是更危险的信号。首先我们得明白美国之所以暂时不优先对抗中国，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呀？不是他们的良心发现了呀，而是他们自己经过评估，发现咱们中国现在太强大了，跟中国正面对抗代价太大，风险太高，很可能会加速美国自身的崩溃。特朗普是个商人，他会算账啊，觉得这笔买卖不划算，所以才坚决要把这个战略重心缩回国内，这是我们自己争取得来的结果。其次呢，一个战略清晰的对手其实并不可怕，可怕
怕的是一个战略混乱、被内部意识形态绑架、行为充满情绪化的对手。现在呢，美国就处在这种状态，一个虚弱、焦虑，同时又变得疯狂的美国，他的行为啊更加难以预测。今天说不针对你，明天可能会因为某个国内的小问题，为了转移矛盾，就突然跑来咱家门口挑衅，搞出擦枪走火的事件，这种风险比以前更高了。所以说啊，咱们现在更不能掉以轻心，越是这个时候啊，咱们越要保持战略定力。他们内部怎么乱是他们自己的事儿，咱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继续埋头发展，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继续大踏步的向前进。咱们要做的就是不断的增强自己的实力，经济上、科技上、国防上全面发展，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实力啊强大到能让美国那帮人彻彻底底从心底里打消任何遏制我们、对抗我们的念头。到那个时候，咱们才能真正的高枕无忧。好了，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了，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